同样是力量型选手，大象和犀牛谁才是真正的王者？赢家当之无愧。要说非洲地区最有名的动物，大象一定是其中之一。它们凭借着自己庞大的体型，在自然界中拥有着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。不过，由于那里的水资源短缺，不同物种之间的斗争也从未停止。然而，能够与大象一较高下的动物却没有几个。同样拥有着庞大体型的犀牛成为了大象最大的对手。既然如此，那么当大象与犀牛正面交锋，谁才能笑到最后呢？在很多人眼中，大象都是一种性格极其温顺的动物，但实际上它们却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完美。要知道，大象的象牙是一种十分坚硬的东西，能够在战斗中对敌人造成十分严重的伤害，并且它们的体型庞大，再加上奔跑速度极快，带来的冲击力非常强劲，因此就连老虎、狮子这样的大型哺乳类动物都不敢轻易对其发起攻击，甚至曾有人拍摄到过大象击退狮子的画面，足以看出它们实力的强大。既然如此，那么犀牛遇上大象的时候，就只有逃跑一种选择吗？实际上，犀牛同样作为体型比较庞大的物种，它们的脾气可以说是十分暴躁的，所以当犀牛遇到落单的大象时，也会趁其不备进行偷袭。只不过大象的体型比犀牛要大一些，所以在很多情况下，大象都能够获得战斗中的胜利，只有极少数的情况能让犀牛反败为胜。不过犀牛的防御系统十分强大，因此一旦察觉到自己落了下风，就会选择逃跑来结束这场打斗。不过让人奇怪的是，曾经发生过一起犀牛大面积死亡的案例，经过调查显示，罪魁祸首竟然是大象，这又是怎么回事？大象杀死大量犀牛，它们为何会变得如此疯狂？犀牛大面积死亡的事件，很多媒体都进行过报道。为了搞清楚事情的真相，动物学家曾进行过仔细的调查研究，结果发现这件事情与大象逃不了干系。那么造成这种事情发生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？要知道，大象凭借着自己庞大的体型，造成的杀伤力可以说是十分危险的，而导致犀牛大面积死亡的罪魁祸首主要是象群中的成年公象。虽然一般情况下它们都不会主动对其他动物发起攻击，一旦进入发情期后，公象的性情就会发生很大的改变。如果没有办法及时找到配偶进行交配，那么它们就会向其他动物发起攻击。按理来说，发情期的动物变得暴躁是一件十分正常的事情，但是像大象如此暴躁的情况却不太常见。而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主要原因，与人类的行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很多人为了获得象牙，会对大象进行十分残忍的猎杀，这种血腥暴力的场景给未成年的小象留下了严重的心理阴影，让他们对环境变得更加敏感，因此脾气也会更加暴躁。除此之外，由于他们的父母遭到了猎杀，所以小象没有办法独自学会生存的技能，尤其是到了发情期时，更是不知道要如何进行求偶，所以才会变得更加暴躁易怒。所以这种时候，就算是犀牛也不会主动对其招惹他们，面对公象的挑衅也会视而不见。毕竟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暴躁的公象战斗力是会直线上升的。这样看来，大象与犀牛的斗争胜负已经有了很明显的结局。大象性情的转变已经影响到了犀牛的生存，有什么办法能够缓解这个问题吗？有很多公象因为不了解正确求偶的方法，因此为了发泄自己的欲望，就会寻找其他动物，而此时与它们体型相近的犀牛就成为了第一选择。因此近些年来，每年都会有很多犀牛因此而死亡，为它们的生存增加了很多压力。既然如此，那么是否有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？其实归根结底来说，还是人类行为造成了如今的局面。所以为了防止更多的未成年小象受到影响，应该对偷猎的行为进行严厉的打击，从根本上减少此类事情的发生。除此之外，对于那些受到影响的大象，很有必要进行一定的心理疏导，只有经过专业的帮助，才能够缓解他们内心的恐惧，消除一些阴影。所以从目前来看，无论是大象还是犀牛，它们的生存状态都不轻松。为了能够维持自然环境的平衡，人们更应该检讨自身的做法，从保护动物开始，一步一步地解决问题。而对于我们这样的普通人来说，抵制象牙制品也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。毕竟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。希望所有的动物都能够拥有一个和谐的生存环境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曲普文新征稿了。我